各位好，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本周末，黃金重新站上每盎司$5000附近，白銀單日暴漲8%。與此同時，美股標普500指數今年以來累計漲幅不到1%，而其他國家的股市，韓國 KOSPI 綜合指數今年漲幅約35%到38%，日經225今年漲幅約11%到13%，就連 A 股今年都漲了差不多5%。一邊是避險資產瘋狂拉升，一邊是全球資金悄悄繞開美國，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是巧合嗎？今天這期我們就從頭到尾給你捋清楚，不堆數字，不講廢話，只講對你判斷市場真正有用的那幾條邏輯線。昨晚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給了 Donald Trump 一個法律層面的技術暫停，關稅措施授權不充分，先按下無效鍵。市場剛準備開香檳，結果發現這不是大結局，只是中場休息。因為川普的回應很簡單，這條法律不行，那就換一條。國家安全、貿易救濟、緊急狀態，工具箱裡從來不缺扳手。關稅這件事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用哪種名義繼續。更精彩的是政治戲碼。最高法院剛敲完木錘，他已經開始調侃被敵對勢力滲透，意思很明確。如果結果對我不利，那一定是體系出了問題。司法分歧被迅速升級為陣營敘事，所以表面上是法院否決行政命令，實際上是法律文本與政治意志的一次交鋒。程序被推翻，方向未必改變，關稅沒有消失，只是換了包裝，重新上架。華盛頓的規則很簡單，路徑可以彎，目標不能退。市場很快給出反應，三大指數走出了一個標準的低開高走形態。道指漲約0.47%，標普500漲約0.69%，納指漲約0.9%。從數字上看，漲幅不算大，但這個走勢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邏輯翻轉，我稍後會詳細講。先說整體，這一周如果你只看單日漲跌，美股還過得去，但你把視角拉長，拉到今年年初至今，問題就來了。標普500年初至今漲幅都沒超過1%。同期，除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指數漲幅明顯更高。這件事本周被好幾家主流財經媒體同時點出來，說明這已經不是一個偶發現象，而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結構性信號。怎麼理解這件事？過去10年，美股有一個邏輯叫美國例外論，美國經濟增長最強，科技公司最賺錢，所以全球資金往美國跑，美股漲幅年年領先全球。這套邏輯在2023年、2024年都跑通了，標普連續2年漲幅超過20%。但今年這套邏輯開始鬆動，原因有3條，我們這期會逐一拆解。第一，通脹還沒死透，降息遙遙無期。第二，關稅政策制造了大量不確定性。第三，科技股的估值已經高到一個臨界點，需要用實打實的業績來撐。帶着這3個問題，我們進入各板塊。這周科技股整體表現一般。科技7巨頭整體指數單周漲約1.57%，其中谷歌漲幅最大，單日漲超4%，是7巨頭裡表現最亮眼的。奈飛、亞馬遜漲超2%，蘋果、英偉達、Meta 漲超1%。谷歌為什麼漲這麼多？2月19日，谷歌發布了新一代基礎大模型，叫做 Gemini 3.1 Pro。谷歌的說法是，相比去年11月的上一個版本，這次的推理性能翻倍。這個消息一出，市場的反應很直接，谷歌股價第2天跳漲。這裡有個背景值得說一下，過去1年多，谷歌在 AI 這場仗裡一直被外界認為是追趕者，而不是領跑者。OpenAI 的 GPT 系列、Anthropic 的 Claude 都讓外界覺得谷歌在大模型上已經落後了。直到去年 Gemini 3的發布，至少在市場情緒層面給了谷歌一個重新定位的機会。當然，推理性能翻倍這種說法，具體是在什麼基準測試下，針對什麼任務，還需要時間驗證。我不建議你因為一個發布會就急着買入。谷歌目前的看漲邏輯在於，搜索廣告業務依然穩健，雲計算增速在提速，而 AI 大模型如果真的趕上來，就是額外的利潤空間。但風險也很明顯，谷歌的廣告收入高度依賴宏觀經濟，如果美國經濟增速繼續下滑，廣告主會收緊預算，谷歌首當其衝。另外， AI 搜索如果真的替代傳統搜索，谷歌反而是那個最需要顛覆自己的人。這個內部矛盾短期內沒有答案。英偉達本周繼續是市場的主角。2月20日，
英偉達是全市場成交額第1名，單日成交額234億美元。這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234億美元一天，相當於很多中等規模公司的全年營收在一天之內被當成籌碼反覆換手。推動這一天成交量的，除了整體科技股走強的大背景，還有一個市場傳聞。英偉達據報道正在接近向 OpenAI 投資約300億美元，之前傳聞的1000億現在變成了300億。這個傳聞如果屬實，有幾層含義值得想一想。第一，英偉達不只是要賣芯片給 AI 公司，他還想直接入股 AI 生態裡最核心的玩家，這相當於從賣鏟子的變成賣鏟子，同時還持有礦山股份的。商業邏輯上，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位置。第二，300億美元的投資規模對英偉達來說並非小數目，但也不至於傷筋動骨。英偉達目前的市值依然是全球最高的幾家公司之一，現金流非常充裕。第三，這個傳聞本身就反映了 AI 產業鏈內部的資本整合正在加速，大公司之間的交叉持股戰略聯盟會讓整個 AI 產業的利益結構越來越複雜。對散戶來說，讀清楚這張關係網比單純看股價漲跌更重要。看漲理由，英偉達的護城河依然很深 ，AI 訓練對算力的需求還在指數級增長。英偉達的 H 系列、B 系列芯片目前仍然是行業標準，短期內看不到真正能替代它的競爭對手。潛在風險：第一，估值已經相對有點高了，需要持續用超預期的業績來撐。第二，美國對芯片出口的管制政策隨時可能收緊，英偉達的海外市場，尤其是亞洲面臨不確定性。第三，如果 AI 投資熱潮降溫，英偉達将是最先被拋售的那個。本周，費城半導體指數多日跑贏大盤，部分交易日漲幅接近2%。存儲和 AI 鏈條如美光、英偉達、台積電等領漲，而 AMD、英特爾等個股在部分日子出現明顯回調，板塊內部走勢分化。為什麼會分化？台積電漲，邏輯很直接，全球 AI 芯片需求旺盛，台積電是全球最先進製程芯片的主要代工廠。英偉達、蘋果、AMD 的高端芯片都在台積電生產，只要 AI 這條線沒有斷，台積電的訂單就不會少。美光漲是因為 AI 對內存和存儲的需求在爆發式增長 ，AI 訓練需要大量高帶寬內存，這正是美光的主要產品線。但 AMD 和英特爾為什麼回調？ AMD 這2年一直在追趕英偉達的 AI 芯片市場份額，但追得比較吃力。最新一代 AI 加速卡在市場滲透率上仍然落後英偉達。市場對 AMD 的期待已經很高，但實際的份額數據還沒有跟上，估值和現實之間存在落差，所以容易在大漲之後出現回調。英特爾就更複雜了，它同時面臨製程技術瓶頸、市场份額丟失，還有最重要的產能良率問題。現在更多是一個困境反轉的故事，還不是一個增長故事，需要時間多多觀察。現在說說這周跌得最慘的板塊，網絡安全 ，SailPoint 單日跌超 9%，Okta 跌逾 9%，Cloudflare 暴跌約 8%，相關網絡安全 ETF 單日大跌約 4.9%，創下2023年以來的收盤新低。這個跌幅放在任何一個正常的交易日裡都是觸目驚心的。為什麼跌？直接導火索，十幾家網絡安全公司發布了財報或者業績指引，結果全部低於市場預期。在一個估值已經偏高的板塊裡，一旦業績不及預期，資金撤出的速度會非常快。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網絡安全板塊過去2年享受了一輪估值泡沫。疫情之後，遠程辦公普及，企業對網絡安全的需求暴漲，疊加 AI 驅動的安全威脅上升，整個板塊被資金熱炒了很長時間。但實際上，很多企業現在在削減 IT 開支，網絡安全這塊的預算增速也在放緩。預期和現實之間的落差，最終以股價暴跌的方式來修正。這件事對普通投資者的啟示是，一個行業邏輯再好，如果估值已經遠遠跑在業績前面，就必須對回調保持充分的心理準備。現在來講，這周最戲劇性的一幕，美國最高法院本周裁定，特朗普執政時期實施的部分關稅政策違法。按正常邏輯，這個消息應該對哪類股票有影響？進出口相關、製造業相關、依賴全球供應鏈的公司，這些理論上應該受益，因為關稅被推翻了，意味着貿易成本下降。但市場當天的反應更簡單粗暴，美股低開之後整體拉升，最終收漲。
市場的解讀是，關稅違法裁定等於給未來潛在的貿易摩擦上了一道法律防火牆，不確定性緩和，風險偏好上升，所以買股票。但特朗普隨即公開表態，意思是就算關稅被判違法，他也不會輕易退還已經收取的關稅，要換個名目繼續收。這意味着這場博弈還沒結束，法院說違法，但執行層面怎麼辦？關稅退不退？下一步怎麼走？這些問題都還懸在空中。對投資者來說，這條線索最需要持續跟蹤。關稅政策對美國進口成本、通脹數據、企業利潤率都有直接影響。如果關稅不退，企業成本壓力繼續存在，通脹就更難降下來，降息就更遙遠。在諸多不確定的情況下，相比股市，資金更願意往避險資產裡跑。黃金本周重新站上每盎司5000美元附近，白銀單日漲約 8%。在我看來，有3個原因：第一，市場對通脹的擔憂上升；第二，市場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擔憂上升；第三，市場对美元信用的擔憂上升。這3種情況這周都或多或少存在。通脹擔憂，核心 PCE 同比增速仍在 3% 左右，環比高於預期，降息前景推遲。美債實際收益率的走勢牽動黃金價格。地緣政治，俄烏局勢還沒有明確的停火協議，中東局勢斷斷續續，貿易摩擦這條線也沒消停。美元信用，關稅政策被法院判違法。特朗普堅持不退還，這種政策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信號，會讓部分全球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信心產生動搖，轉而持有黃金作為對沖。白銀單日漲 8%， 這個幅度比黃金還要猛。白銀有一個特點，它既是避險資產，也是工業金屬，太陽能板、電子器件都要用到白銀。所以，當全球經濟預期改善或者綠色能源需求上升的時候，白銀會漲得比黃金還快。對於普通投資者，如果你對通脹和地緣政治風險有顧慮，黃金作為組合裡的一部分配置是合理的。但純粹追漲白銀需要謹慎，它的波動比黃金大得多，單日 8% 的漲幅，反過來也可能單日跌 8%。最後來講講這周最核心的宏觀背景。第一，核心 PCE 同比增速約 3%， 環比高於預期。核心 PCE 是美聯儲最看重的通脹指標。3%這個位置比美聯儲的 2% 目標高了整整1個百分點。更麻煩的是，環比數據高於預期，說明通脹不是在穩步下降，而是有點黏，往下走的速度比預期慢。這直接導致的結果是，市場現在普遍押注最早要到7月才能降息。第二，2025年美國實際 GDP 增速約 2.2%， 低於2024年的 2.8%。經濟在放緩，同時通脹還沒降到位，這個組合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叫滯脹風險，增長慢下來，但物價降不下去。這是股市最不喜歡的宏觀環境之一。更讓人警惕的是，本周有美聯儲官員放話，如果通脹重新抬頭，不排除再次加息。這句話如果你在2023年初聽到，可能沒什麼感覺，但在2026年初聽到，殺傷力是不一樣的。現在的估值水位比2023年高了很多，一旦加息，預期真的捲土重來，對股市的壓制會非常直接。美債市場這周情緒也有所反覆，正是這種擔憂在債市的映射。把這一周的事情全部過完了，我來給你提煉3個實用的判斷。第一，美股跑輸全球這件事兒值得認真對待，但不用恐慌。美股短期承壓，有通脹、關稅、估值3重因素疊加，這不是1、2天能解決的。但美國企業的盈利能力依然在全球範圍內屬於頂級，只要 AI 這條業務線持續兌現，科技股中長期的方向沒有根本性改變。問題在於短期波動會比較大，倉位不要過重。第二，網絡安全板塊的暴跌是一個提醒，高估值板塊一旦業績不及預期，跌起來會非常快。這不是網絡安全行業本身出了什麼大問題，而是預期和現實之間的距離被強制修正。如果你在其他高估值板塊還持有重倉，需要想清楚自己的安全邊際在哪裡。第三，黃金和貴金屬的邏輯還沒走完，通脹沒降到位，地緣政治沒平息，關稅政策還在拉鋸，這幾個驅動因素短期內不會消失。黃金在組合裡作為對沖工具，現階段仍然有配置價值，但追漲白銀這種高波動品種需要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覺得這期總結對你有幫助，還請訂閱並轉發，也在關注美股的朋友，我們下期見。